Oh. So the gear ratio when you change and the RPM very high when you do the manual. So you get more power.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BOV 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新车乱乱拍。今天非常荣幸的 3W 邀请呢来看这个新款的车，一个是 Ford Ranger 的 Platinum， 一个是 Ford Everest 的一个 Wildtrak 的系列啦。这个影片呢就会带你们去 walk around 看一下，等一下再去试驾的，看看车 POV walk around，Let's go。这是一个 Special Edition 的 Ford Everest Wildtrak 的一个系列，这辆车的价格要338千左右。隔壁那个 Ranger Platinum 的话呢，它就是183,888。那这么价格，这个会不到200千，这个要300多千呢，是因为这个有税务折扣，因为它是商业的税务折扣嘛，肯定是比这辆便宜的。但是这一个呢，在泰国看到很多人驾了，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就真的很少。可是真的很帅气，它是一个7人座的车，这个就是拿来载东西，这个是拿来载人。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anger Platinum 嘛，它其实它整个外观呢是比 Wildtrak 来的更加高尚一点点，前网就好像有点钻石这样的设计，这是它这次的卖点。我个人最喜欢就是它的这个 Daytime Running Light 日行灯是一个 C 字形的，每次远在我后面来的时候呢是很煞气的。它前面就有一个刹车卡钳 Green Board 的双活塞的，从一个18寸升级到20寸，轮胎为255/55R20寸，哇，双 AB 哦。这次的产品卖点除了升级到20寸之外，它上面其实还有这个铁可以放东西的，如果有去这个野外的朋友们呢就很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到很多4x4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装这个 rack system 嘛 ，OK， 但是在这一辆 Platinum 上面它其实是可以移动的。就是说，今天把它移动到后面，你可能可以在上面放一个板啊，做一个床这样子啊，这是我想象力啦，就可以一个人站上去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然后你只是需要在这边掰一掰，然后你就可以松动的移动到最前面去了。这个是很实用哦。新款的 Ranger 呢，就是会有一个踏板在那边，可以随意让你上下不用再踩旁边的轮胎。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 soft opening。还有一个 absorber 在这边，这个板呢叫做 Power Roller Shutter 啦，它其实是可以用钥匙或者是在车里面，还有这里有一个按钮，你可以按一按，你就可以打开。还有12V电华，还有一个 AC。3角柄，可以这边供电都没有问题的。再按多一次呢，它就会关闭啦。当我把这个尾箱关闭了之后呢，只要我把门锁上，它都是锁着的。隐私来讲是非常的棒哈。所以这辆车是4x4时速变速箱，上一款的 Ranger 已经是有配搭着这个的，也是看到有 Leaf Spring 啦。然后就是后面有刹车卡钳了。如果在上一款的 Ranger 呢，就是 Wildtrak 啊那些都是没有后刹车卡钳的，只有 Raptor 才有。然后也是配搭的20寸255/55R20，这个踏板很方便哈。4x4的人最爱硬派哈，它每一次开门关门都是 OK， 按这个按钮，没有看到有天窗啊，但是座椅是比较欧系的，然后坐垫都会比较少的硬，不像日系车这样。可是呢，还好它的这个倾斜角度没有这么直啊，所以让我坐的是比较舒服一点的。还有个重要扶手，说抱不到的，奇怪，我抱不到。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还有一个 Type C USB， 还有一个3角柄。这辆车应该在外国是左驾驶的关系，所以开它的引擎盖呢是拉这里的。哇，有一个置杯架在这里。喂，还有这里有一个储物空间 ，iPad 的感觉哦，长长的，很高清。你要开360度 camera 都有，冷气控制都在这边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都有，还可以画画哦。其实我都不懂来自什么了哈。360度 camera 还是很重要的。冷气控制啊，你看到吗？调它的冷度，无线充电 Type C， 还有 USB 接口。这个叫 Ford 的 eShift， 右边就有加减的手动模式啦，还有这个自动手刹啦，这些切换它的那个4x4的系统，还有它的驾驶模式都可以在这里切换。其实它的整个质感还算不错的哈，不错啦啊。
没有灯。有3组的记忆座椅，还有一些窗口的控制灯啊的控制都在这边。有前雾灯，但是好在它还是扭转式的啦，不用好像button这样子按的话不方便啊。前雾灯、后雾灯，这个就是后面的那个 roller 开关，室内灯的亮度加减都在这儿。有个置杯架，有无钥匙启动，在这里按，然后都会看到这里有厂徽 Platinum 的，所以这辆车卖的比 Wild Truck 贵，就是因为它有这些厂徽啊。OK，Special Edition 的感觉，仪表盘都是电子化的，对，就是当你切换它的驾驶模式的时候，它都会改变 Eco、Tall、Slippery、Mud、Sand， 对，总共有这些驾驶模式啦，还有 Normal Mode， 它的 Signal 都是在右边的哦。还有一个很贴心的东西，你这边有一个 USB 口，哦，这个你就装 Dashcam 的话就比较方便了啦。所以我们去看它的引擎，基本操作还是要的哈，看一下。哇，谢谢老板，很重一下好的引擎盖啊，这具也是一样，来自一个2.0公升的柴油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那它可以产生210匹马力，还有500个牛顿米，在1750转到2000转可以产生最大扭矩的。想象一下这辆车在市区驾驶哦，才2000转你就可以爆发这样大的扭力，应该是蛮好开的啦哈。所以配搭的10速的变速箱，其实我驾过旧款的 Raptor 呢，已经是蛮好驾了，也是同样的 Bi-Turbo 双涡轮增压引擎，同样的引擎呢也是搭载在 Everest 那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Everest 的话是怎样。在我身前面这个就是 Ford Everest 的 Wild Truck 的系列，它也是配搭着一个20寸的轮圈，车速也是要2555R 20寸，它的轮圈设计有稍微的不一样，也是让 WH 我看到动力的数据也是跟 Ranger 一样的啊，也是双涡轮增压，然后它只是后面的屁股呢就可以载多2个人在后面啦。我相信这辆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它毕竟它不是走 lead spring 的，我觉得好像 Raptor 这样舒服啊。灯呢就很好看啦，后面你看有电动尾门，而我发现到一个非常的特别一点，就是很多7人座的车想要收纳后面的椅子呢，都是要用手动的。可是这辆车呢，就可以有 left 跟 right， 它可以自动的收纳起来。300多千给这样的东西值得啦。然后后面这里有一个 power socket， 坐在后面的人就有福利啦，可以放手机啊、置杯架，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上面呢就有2个冷气出风口给后面这2个人的座位哈，所以当你要收起来的话，还好也是一样电动的。非常的方便。那这里就是可以有一些工具啊，备胎呢是一定是在下面的，给你们看一下，在下面的哈，像那个 Fortuner 啊那些啊，带你们去看一下座位哈。后座空间我就不去到最后了啦哈。哇，有全景天窗，是非常的高级的感觉了。然后呢，这里就是有冷气出风口啦，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1个，中间就没有了啦。但是你这里可以调一下风速，你看那个灯几漂亮。我觉得给这个好过给那些什么触碰式的那种 touchscreen 的，也是一样有 3-pin socket， 还有 Type C USB 插口。这里呢就是有中央扶手啦啊，这个中央扶手终于可以让我打开好了。这里还有一个置杯架。底垫的话 ，Everest 呢都是会比 Ranger 来的比较软一点的，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家用车，所以它是做的比较舒服一点，尤其是在后座这一块。OK， 我们去看看前面，也是一样的哈、哦，那个内饰呢跟 Ranger 也是差不多，可是呢就很奇怪 ，Ranger 呢它就是有那个 soft opening 啊，这样就300多千的车，沙巴贵钱的车，气氛灯就有给啦。上面的话，这个就没有 Ranger 呢这么高了啊。你们觉得好看吗？好看的话，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带你们去看一下试驾内容。Let's go， 试驾时刻，我们来一个 Ranger Platinum。Hello sir, how are you? Good, good. Hey, where's the push start button 啊？Oh here。哦，这个椅子会向前推啊。23 23.6. You can be seated very low lah. What's that Ranger? The last model I drove before, the Raptor one. But this model is my first time. Turn right and turn right. Wow, quite nice suspension ah.
Ooh, nice gearbox, man. Very solid. Then turn left. In 100 meters, keep left at the fork. Keep left at the fork. So this is normal mode, right? Normal. 4x2. Yeah, normal mode. Though you have eco, normal, doesn't have any sport. In 300 meters, keep left at the fork. 那我今天现在在是一个 Ranger Platinum 啊，最新款的啦，一个 Special Edition。可是呢，就驾上来就，如果你驾过4乘4的朋友们呢，你都会知道那种感受啊，它很大量、很高，然后很有安全感啊，感觉很硬派。然后呢，过什么减速带的话呢，你就不会很担心它会靠到底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这辆车的说 keep left， In 300 Okay. meters, 说这辆车的这个底盘的话会比较算硬，可是不算那种死硬的，它是有带一点舒适性、软性，哦，不会好像跳，好像比较传统的4乘4啊，会驾得很不舒服的。我整个方向盘的回馈啊，你看转向很少不了了。powerful 啊，500 Newton meters of torque， Then you did. 10 Newton。来到这一辆的话呢，我感觉到它的整个 your 的 destination. 阻尼啊，感觉就不像传统的4乘4这样，就四肢的跳动的不一样，这个感觉驾起来有一点像 SUV 的感觉。And 360 camera settings auto hold turn on and off here. Normally they off it. Yeah lah, they don't like. I also don't like auto start stop also. Make Oh, a the U-turn. sitting position is very high. Like I can see far away from the clear very the road. far.隔音很不错，这辆车。Manual mode. So the manual mode you have to press the M lah, then plus and Right minus. left. Ooh, So the gear ratio when you change and the RPM very high when you do the manual. So you get more power. yeah, can hold the gear some more. Yeah. So turn left. Yeah. Slight left. Let's try the downshift. Wow, got ref mesh ah. Okay lah. In 300 meters, 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second exit. Then good. $2,000 RPM, then you get 500 Newton meters of torque. Very nice. I also got one, just one. Oh, you also got one. SMT Valtra, But I SMT bought Plus. And then I convert. mini 300 Raptor. meters. Oh, at mini the Raptor. roundabout, take the second exit. Then the left. 10 years. Yeah. I think I want to get the water for him. That's why I forgot to take water. From morning, they were sitting there. Oh, until now. Very hot. Kasihan lah. But for me, driving is very good lah because I already used to big size of car. Yeah lah. Then okay. For women, I don't think they like to drive this. But now this woman, some more, Oh, really? some more power lah. Don't worry. They're more aggressive lah. Nowadays women very aggressive. Like, Wow, like a very gold nice. day. Oh, I like the steering feedback. It's very, very Very direct. light, huh? Very light and direct. Hey. Easy to park. Oh. It helped me to brake lah, not me l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bro. Thank you.
来，我们来问一下 Edmond 的第一个印象，你觉得这辆车有充满的印象是什么事情呢？驾驶感感觉 SUV 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4x4 的，它给到的配备就是等于 SUV 啊，有什么 Hub 灯啊，又有什么 Full Digital Screen 啊，如果对不对？你跟15年前比起来的话，爸，这是这张照片。然后现在呢，就是 Bob 什么照片？对，这一张照片。OK， 那其实这辆车呢，让我印象深刻是它的，你有没有发现到它的方向盘？它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它是比较轻的。所以以往很多那些试乘室啊，为了维修费用成本比较低的话，比较容易维修的话，那就用 Hydraulic 就会比较重，这个会比较轻一点。然后在高速的时候，它会比较紧一点。驾驶感受这样是蛮一级棒的，然后悬道是蛮软这样子，然后坐包也是非常舒服的。180千左右，值得买吗？我觉得是蛮值得的，因为现在很多 SUV 啊都是大概是这个价钱。可是这辆车为什么可以卖得这么便宜？因为它有那个商务的税务折扣，而且它解决了一个非常烦恼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买了之后后面是空的嘛，要装那个盖又要一笔钱，但是这辆车已经是配搭着原装的，然后就是可以锁起来的，你锁门它就跟着锁，然后你需要用到又可以打开。目前为止在试乘室的领域里面呢，有符合到我日常生活要的那个，要不然哦，你开着人家丢垃圾进去，咚，糟糕了。那不棒啦！本期的视频呢，短暂就试驾到这里。我知道这个影片会比较少许的无聊，还有就是拍的比较随性，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多啦，就是短暂试驾。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啦，不妨给我点个赞。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 ，Goodbye。